1976年，海盗2号在火星北半球拍了一张照片，照片边角有一小块颜色发暗的区域，没人多看一眼。那年代的任务指令堆成山，谁会在意一块灰扑扑的污渍呢？可50年后，有人把那张旧照翻了出来，和最新的轨道影像放在一起对比，这块污渍的南缘至少向南挪了200米，它一直在动，每年大约推进6.4公里。在一颗被判了死刑的星球上，有什么东西正在悄悄蔓延。就连持续追踪这个现象的欧洲航天局也坦诚，他们提出的所有假说，目前无一能被证实，也无一能被排除。我们盯了它半个世纪，至今不知道背后的推手是谁。而这只是最近几个月火星抛出的反常信号之一，那里出现了一种按常理不该存在的矿物，有一组纹路，如果放在地球上，任何地质学家都会把它视为生命曾经活动过的证据。还有一个刚刚被精确算出来的事实，火星上的时间跑得比地球快。先把目光拉回到这片暗斑。2026年4月，欧洲航天局公布了火星快车轨道器的最新影像，画面像被人用刀从中间切开了。左半边是我们熟悉的火星，浅棕褐色的沙地铺向天际，干燥、安静，毫无意外。右半边的地表却换了一张脸，深褐色，近乎暗红，好像有人泼了一桶墨水在地上，墨水渗进了沙土，却没有完全消失。暗色区域里藏着一个直径约14.5公里的陨石坑，坑壁的轮廓在那片深色的衬托下几乎看不清了，像一枚被按进淤泥里的硬币。这片暗色物质到底是什么？这一点倒有答案，它是火山灰，准确说是一类富含高温矿物的火山沉积物，主要成分包括橄榄石和灰石。这些东西来自行星内部，不是天外飞来的，它们形成于几百万年前的火山喷发，那时候的火星还称得上活着。听到这里，一切似乎合情合理。古老星球上有古老的灰烬吗？有什么好奇怪的？但古老的火山灰本该老老实实待在原地不动。这片片布把上世纪70年代海盗号的影像和今天的照片叠在一起看，暗斑的边界在50年间一直往南爬。火星上的地质变化通常以100万年为计量单位，一个人一辈子的职业生涯大概30-40年，而这片暗色区域的移动只用了比这稍长一点的时间就被肉眼察觉了。这在火星地质学里快得不像话。欧洲航天局给出了2种可能的解释。第一种，火星上的风把深色火山灰卷起来，吹到了新的地方，盖住了原本浅色的沙土。第二种，恰好反过来，火山灰一直就在那儿，只不过上面附着一层浅色的浮尘，现在风把浮尘刮跑了，底下的暗色物质就露出来了。你品品这2种说法，他们描述的根本不是同一回事，一个是有东西在扩散，另一个是有东西在显露。当被问到现有证据更支持哪一种时，研究人员给出的回应在官方通稿里极其罕见，目前完全没有线索能判断哪种说法是对的。而暗斑所在的位置让这件事变得更加离奇。这片平原叫乌托邦平原，叫平原其实是低估了它的体量，它本质上是一个直径约3300公里的撞击盆地，差不多能把整个印度塞进去。大约40多亿年前，一颗体积相当于小型国家的天体一头撞上了火星，砸出了这个太阳系已知最大的撞击构造。后来大坑被各种沉积物慢慢填平，许多行星科学家相信乌托邦平原曾是火星远古海洋的海床，直到今天，地表以下仍然封存着大量水冰。换句话说，那片正在缓慢蔓延的深色物质是在太阳系最大的伤疤里，在一片干涸了几十亿年的远古海底上不声不响的爬行。这些背景本身并不能把火山灰变成一个谜团，风能搬运沙尘，火星上最不缺的就是风和沙。真正让人不安的是这件事暴露出的现实，我们有轨道探测器，有高分辨率相机，有连续50年的影像档案，却到现在还分不清眼前的景象到底是新的东西正在覆盖过来，还是旧的东西正在从尘土下面浮出来。而这种看见了但说不清的状态，恰恰是近期火星所有新发现的共同底色。就在暗斑与北部平原蔓延的同时，火星另一侧的2台探测车在岩石里发现了更难用常理解释的东西。一台拍到了一种纹路，放在地球上，所有人都会直接当成生命存在的证据；另一台则挖出了一种按照火星的地质模型根本不可能出现的矿物。先说那种纹路，毅力号火星车在一条干涸了几十亿年的古河道里钻取了一块泥岩，钻孔内部的画面被传回地球之后，研究团队愣住了。岩石里散布着一颗颗暗色的小团块，每颗团块周围都围着一圈浅色的光晕，就像动物皮毛上的斑点。研究人员用一处瀑布的名字给这块岩层命了名，而这种纹路很快有了一个更上口的外号——爆斑。分析结果显示，那些光晕里含有2种矿物，磷酸铁和硫化铁。单独看都不算稀奇，但这2种矿物以这种结构、这种组合方式共存在潮湿的沉积物中，在地球上，背后通常只有一个原因：微生物的代谢活动。
某些微生物靠泥浆中的化学反应获取能量，代谢过程结束后，就会在围岩里留下这种纹路。也就是说，火星车的相机拍到了一块带有特殊印记的石头，而这种印记在我们的星球上，就意味着那里曾经有东西活过。当然，这个时候必须保持严谨。参与研究的科学家也确实足够克制，这不是化石，没有人找到过细胞壁或者任何生物遗体的碎片。在合适的条件下，纯化学反应也能产生看起来差不多的纹路。在样本被带回地球的实验室之前，一切都没有定论。科学家给它贴的标签叫潜在生物标志物，这是整个学科体系里分量最重，同时也最克制的一个措辞。这份谨慎完全必要，但问题是，周围的其他发现正在让非生物成因这个最安全的解释变得越来越站不住脚。在火星的另一处，好奇号探测车对一块取自远古湖床的泥岩做了化学拆解，样本被加热、被蒸馏、被仪器一层层剥开，结果显示，岩石内部封存了20多种有机分子，其中还包括一类可以充当 DNA 和 RNA 化学前体的化合物。这些不是生命本身，它们是生命的零件清单，但这些分子完好的保存在火星岩石里，已经有大约30亿年了。无论远古火星的环境曾经是什么样子，它都足够丰饶，能凑齐生命的基本原料，也足够稳定，能让这些脆弱的分子扛住30亿年的辐射和风化而不被拆散。30亿年啊，比地球上复杂生命存在的全部历史还要长。与此同时，另一个发现从完全不同的方向冲了过来。研究人员在一块被确认来自火星的陨石里发现了16石。16石在地球上不算稀罕，珠宝店的玻璃柜里就躺着，但它的诞生条件极为苛刻，需要极高的温度加上极强的压力。在地球上，只有大陆板块相互挤压的地下深处才能提供这样的环境。可火星呢？火星没有板块构造，它的地壳是一整块完整的硬壳，没有漂移的大陆，没有俯冲带，也没有那些能造山、能锻造矿物的缓慢地质运动。按照火星的标准地质模型，这种16石根本不该存在，当然也不是完全没有解释的余地。足够大的小行星撞击能在瞬间制造出高温高压，理论上也能催生16石，或者远古时期的岩浆在地壳内部流动，在局部区域创造出接近地球深处的条件。但这两种解释都不够让人放心，而且它们不约而同地指向同一件事：早期的火星远比我们过去认为的那个安静、死寂、一眼看到底的岩石球要更剧烈、更复杂，也更陌生。那么问题就来了，如果火星曾经有过液态水、浓密的大气、活跃的地质活动，还有足以组装生命的化学零件，这一切后来都去了哪儿？最先消失的是大气层，而我们现在已经亲眼看到了它流失的过程。火星没有全球性磁场，地球的磁场由地核深处的熔融金属产生，像一面看不见的盾牌，把太阳持续向外喷射的带电粒子流挡在外面。火星很久以前就丢掉了这面盾牌，它的大气直接暴露在太阳风面前，毫无遮挡。NASA 有一台专门研究这个问题的轨道探测器，叫 Maven， 它恰好捕捉到了大气流失的实况。一场猛烈的太阳风暴扫过火星，大约12小时之后，探测器潜入火星大气深处，记录到了异常的波动。带电粒子沿着残余的磁场结构被挤压、推搡，强行穿过大气层。研究人员把这个过程比作挤牙膏，太阳风就是那只手，大气就是管子里的膏体，一点一点被挤了出去。这种效应在地球周边早就被发现了，但在另一颗行星的大气中直接观测到，这是有史以来头一回。背后的数字看上去不起眼，实则残酷。火星每秒大约流失100克大气，100克，一小袋薯片的重量，听起来微不足道吧？但乘以几十亿年，总量就变得极其惊人了。而在太阳风暴来袭的时候，流失速度还会暴涨10倍。同一台探测器还首次在行星尺度上直接观测到了溅射现象，高能粒子撞进大气上层，像台球一样把较轻的气体分子弹射到太空中。火星就这样被它自己的恒星一口一口地剥掉了外衣。最终的结果是，如今火星的地表气压不到地球的1%。穿着 T 恤站在火星表面，你的血液会在体温下沸腾。水的命运走了另一条路，它的故事写在冰层里。火星的陨石坑中埋着一层又一层的冰，像年轮一样堆叠。读懂这些冰层，就能看到火星经历过反复的冰期循环。地球的气候之所以相对稳定，是因为我们有一颗大个头的月亮，像定海神针一样稳住了地轴的倾角。火星没有这根针，它的自转轴倾角会在漫长岁月里剧烈摆动，冰层就跟着在极地和赤道之间来回迁移。每经历一次这样的折腾，就会有更多的水消失，一部分渗进地下，被矿物锁住了，另一部分蒸散到了太空里，再也回不来。而这颗星球到今天也没有消停。最近的一项研究追踪了火星表面上千个尘卷风，结果发现，跑得最快的能飙到每小时160公里，这个数字是之前地表测量值的2倍多。当然，不管电影里怎么演，这些风暂时还没强到能掀翻建筑。
但卷起沙尘让它在空中漂浮好几周，埋掉太阳能板，搞瘫一台探测器，这点本事他们绰绰有余。如今的火星比几十亿年前更干、更冷，大气更薄，但它依然在变。说到这里，有一段尾声值得提一下：那台记录了大气被挤压高过程的探测器梅稳，在2025年12月6日从火星背面飞出来之后，就再也没有发出过信号。地面团队尝试了半年，始终无法重新建立联系。2026年6月，任务正式宣告结束。这颗为了解答火星的大气去哪了而生的探测器，用11年的时间回答了这个问题。然后它安静地失去了动力，开始绕着火星一圈又一圈地漂。它成了他所研究的那颗星球的一部分。现在来说最后一个发现，也是最让人回味的一个。2025年12月，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的2位物理学家发表了一项高精度测算。在此之前，从没有人把这件事算得这么细。他们算出了时间在火星上到底是怎么流逝的。答案藏在相对论里。爱因斯坦证明过，引力不只是拉住物体，它还会拉慢时间。引力场越强的地方，时钟走得越慢。火星比地球小得多，表面引力只有地球的38%左右，它对时间的拖拽更弱。这意味着什么呢？把一块完全相同的钟分别放在火星和地球上，火星上那块会走得更快，每天快477微秒。微秒是什么概念？100万分之1秒，人类完全感知不到。宇航员到了火星，不会觉得自己老得更快，一天的体感和地球上没有任何区别。但这个数值不是固定的。火星的公转轨道是一条拉长的椭圆，离太阳时近10远，再加上太阳、地球和月球的引力都在拉扯它，每天的时间差最多会波动226微秒。具体快多少，取决于火星当时跑到了轨道的哪个位置。一个火星年累积下来，时间差大约是0.3秒。0.3秒听起来什么都不算，但想想它的用途就知道了。太阳系内的导航靠的是光速传播的无线电信号，精确计时是把信号转化为位置坐标的关键。差了0点几秒，定位就会偏出去几十公里。同一个团队此前也算过月球的时间差，月球上的时钟每天比地球快大约57微秒，比火星的差值小得多。所以有一个安静却诡异的事实，火星不只是另一个地点，它是一个时钟走的不一样的地方。如果人类未来要在那里长期生活，就必须为火星定义一套属于它自己的计时体系。其中一位研究员说了一句话，这项研究是我们离人类遍布太阳系这个科幻设想最近的一步。这话一点没夸张。真正支撑人类走向星际的，不是火箭，而是时钟。说回最开头的问题，北部平原上那块不断蔓延的暗斑到底是什么？老实说，至今没有答案。而这份不知道，值得我们停下来，好好品味一会儿，而不是急着找一个解释翻篇。几乎可以肯定，这块暗斑不是生命，不是什么人造物，也不会对谁构成威胁。它大概只是一颗干涸了比动物出现的历史还久的星球上，沙尘、火山灰和风合力写下的一笔。但我们用人类有史以来最精密的仪器盯着它挪动了半个世纪，到现在还说不清这片暗色到底是被风吹过来的，还是从尘土下面露出来的。这就是火星最真实的样子。我们环绕它探测了50年，在它表面驾车巡视了20年，它却依然在不停地给我们出难题。解释不了的暗斑，不该形成的矿物，酷似生物活动痕迹的纹路，还有和地球存在可测差异的时间流速。那个火星是一颗死寂的，已经被人类彻底摸透的岩石球的旧认知，已经安安静静的碎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有趣的多的新世界。答案终会到来，大概率就在未来几年之内。一部分答案已经被封在火星地表的样本馆里了，等着被接回地球。而在那之前，在这个时钟跑得更快的星球上，暗斑仍在以每年约6.4公里的速度缓缓向南蔓延。我是拆解天象密码，晚安好梦。